传闻中的陈芊芊赵露思为什么不留刘海？我希望你喜欢阅读这篇文章，因为它邀请你分享你的想法。传闻中的陈芊芊中赵露思之所以没有留长刘海，是因为长得像盐巴。也希望您可以通过在文章中添加更多信息和意见来帮助编辑。和往常一样，我祝你有一个快乐和繁荣的一天。相信大家最近都在追电视剧传闻中的陈芊芊，她的受欢迎程度吸引了很多人。张露思在剧中饰演陈芊芊的出色表现，让她脱颖而出。在剧中，她是一个在花园城肆无忌惮的霸道狂妄的传闻三公主，许多人称她为三公主。她是一位现实生活中的作家，无意间与女老师的作品融为一体。为了维持生计，她努力忍受伪装成三公主的角色。她还以陈氏抵抗运动的一员与韩硕抗衡。原本楚楚对韩硕有着不舍的爱，然而他对她的深情却让大众对赵露思产生了更大的喜爱。正因为如此，露思在参加超级女声比赛时，她的歌曲《冒险岛故事》走红网络，并改编自《冒险岛2》的动人配乐。这首歌被称为国岛之花，极受观众欢迎。饰演凤求凰的马雪云通过她的表演展现出多姿多彩的情感。她的刻画包括淫荡的迷恋、强烈的情绪、嫉妒和权谋。她熟练地描绘了角色的自爱和谦逊，以及他们的恶毒和恶毒。她的刻画为她赢得了奥斯卡奖。因为她的发型，人们认为赵露思总是露出额头，没有刘海。而当网友们查看她的刘海时，都忍不住惊呼：这就是盐巴！期待收到你的评论，我喜欢刘海飘逸的赵露思。对她有话要说的，快点在评论区留言吧。吴磊和赵露思躺在草地上，在晴朗的夜空下亲吻。程少山直面公主们的自恋和缺乏诚信，有违他的自尊心。尽管如此，他也不敢报复，因为他的行为会带来巨大的后果。相反，他更喜欢以谦逊的方式接近他的对手，以免激怒他们。对他来说，幸运的是，这个选择导致他的手腕受到了一记耳光。凌不多听到消息及时赶到，然而他却帮不了三公主，他继续鄙视她。凌不躲可以减轻程少商的痛苦，却改变不了三公主的反程情绪。三公主从她的老师那里学会了憎恨所有人。她的老师告诉她，二公主狡猾迷人，但根本不会出手。导演利用剧情增加公主之间的矛盾，他们的战斗旨在成为故事的主要焦点。新角色程少商虽然住在宫中，但经过导演的安排，才再次成为剧情的焦点。三公主住在宫里，她的出现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通过给观众创造自己的故事空间，让对手难以刻意对抗程少商，可以扩大剧情，事半功倍。这很聪明，因为它可以帮助人们避免负面后果而无需额外的工作。凌不躲对三公主的话是侮辱，他的话直击她的眼睛、鼻子和喉咙。他的责骂转移到程少商身上，程少商被他的评论弄糊涂了。凌不躲并不在意三公主的怒言，反倒是一把抓住了程少商的手腕，将他拖走，不理会其他公主。被凌不多的举动，程少商此时也是自愧不如，也是一头雾水。三公主这么看重凌不多，程少商为什么还要考虑娶她？而她为什么会考虑嫁给凌不多而不是子生？程少商与公主们的冲突折射出恶人的心以及宫廷的腐败。理想情况下，这种冲突不是导演的毫无意义的目标。这些公主和程少商之所以会遇到这种意想不到的冲突，是因为这反映了他们的内心。导演真正想通过这个故事向我们展示的是程少商在进入大染缸的时候是如何一个人无法自拔的。这不是他们想要与这个故事交流的唯一内容，但它仍然很重要。为了发展剧情，增加更多美感，导演需要一个冲突。他制造冲突的真正原因不仅在于引发情节进展，还在于引发冲突。他还通过引入多层冲突来创造更大的戏剧性。因为程少商和凌公主的矛盾是无法化解的，接下来程少商与南宫公主、南越公主和南英公主之间的冲突就在所难免。凌和成之间关系的这种变化，也将为他们未来的冲突埋下伏笔。凌不多和程少商是第一次分享感情的情侣。凌不多拿出一个他一直瞒着对方的人情，希望能暴露出自己的真面目。虽然这让两人更好的相处，但程少商还是有必要更好的了解自己的搭档。
程少商第一次见到女孩的时候，他手里拿着一块食物，这个姿态表明他愿意在他需要的任何时候与他分享。作为他的小弟子，他们之间的关系一开始就变得平淡乏味。当两人暂时忘记烦恼时，凌不躲和程少商对视一眼，深情不已。电影的最佳氛围出现了，这应该包括在导演的镜头放大中。凌不多通常是个昏昏欲睡的健谈者，然而他有一个特殊的特质，使他与其他人不同。他和程少商的手在城的最顶端交错。你猜对了，凌不多和程少商欣赏着夜空和星辰，对视一眼。凌不多和程少商的关系在天上是至高无上的，程少商怎能不满心爱意地涌向凌不多？他能够毫无保留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创造他们之间的浪漫。凌不躲自认为是星空中最亮的，看着那闪烁的灯火，他已经知道了答案。我心中最亮的那颗星是程少商。相比之下，正被所有其他观点认为是最亮的明星。出海电视剧《月亮升起》以凌不多和程少商的初吻开始，从此他们的关系不得人心，不得而知。然而他们的爱情被他们的第二个吻封印了。专业的影评人会为任何给定的电影提供一个不错的版本，他们在3分钟内分析了一个电视节目的情节、细节和整体概念。我的专业分析为解开这部剧的真正秘密和刺激提供了一把钥匙。如果您对我的专业分析有任何疑问，或对其他电视剧有什么建议，请发表评论，我期待着您的回音。只有看过星辰大海的热闹，才会明白月亮出海的不如意。明月出海完结后，该剧的热度依旧很高，这要感谢观众，他们欣赏系列创作者和他们喜欢的情节。在国际水域成功播出的次数也证明了他们对该项目的奉献精神。故事的结局证明了程少商的月出海是失败的，读者只有看璀璨之星的内敛和外向的光彩，才能明白这一点。从头到尾，他呈现出2种截然不同的心境。虽然他的第一个状态是内向和独立的，但他的第二个状态是外向和善于交际的。没有人对一堵墙有不好的看法，但是当他内向时，他们认为太阳不好。相反，人们认为墙是坏的，但我知道墙是好的，因为我想到了太阳。程少商经常遭遇各种困难，总感觉与环境不同步。但是尽管他遇到了麻烦，但他仍然过着光明快乐的生活，而且他的肚子变黑了。我觉得凌不多最适合程少商，因为只有他给年轻女性提供保护和优待，没有任何道德上的顾虑。相比之下，凌不多的爱情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相反，程少商所受的痛苦和失落远比他们共同的爱更重要。因为程少商的痛苦让凌不躲爱上了他。凌不躲虽然爱程少商，但也不得不承认这份爱让他痛苦。经历了一次创伤后，程少商渴望沉浸在樊笼的情感生活中。更何况凌不轩承受着如此多的家庭煎熬，只能完好无损地俯瞰程少商的心。他隐瞒了痛苦的记忆，为他的门徒提供了暂时的安慰。然而这位年轻女子并没有多少浪漫的感情，因为她全心全意地爱着自己，她期望的只有痛苦来换取她的无私。在治愈自己的过程中，程少商进行了一个双向的过程。在长秋宫隐居5年后，他结束了婚约，将自己封印在里面，没有任何结婚的希望。时常想起程少商这个角色的原初化身，他是一个可爱、天真、坚强的年轻人，燃烧着力量，散发着温暖。短短5年时间，他适应了规则，没有战斗。程少商在痛苦中度过了将近20年的人生。他一直在寻找一种自由和不受束缚的方式，但他继续生活在束缚中。而且他虽然年纪小，但似乎一直被大家所忽视。少女经历了许多之后，阴沉而惆怅。她被认为是模范公民，可能永远不会回到原来的状态。在剧中，角色们并没有注意到她的可怜，认为她不知道该怎么做。只有凌不多对她表现出好感，根本不在意她的感受。戏外的人都觉得她可怜，却因为武道对她的爱而忽略了她。理想情况下，我希望凌不多和那个女孩在他们互相报仇之后相遇，这样她的幸福就不会改变，而且可以持续更长时间。通过表演凌武道和程少商、吴磊和赵露思，让我相信他们存在于平行宇宙中。
凌步度将嫁给他一生的挚爱，并拥有一个家庭。我希望他能用他的余生宠爱他美丽的卷发。